好，来看看今天我狼呢是给大伙儿带来一个不一样的角色吧。那之前我们讲过那个牧师，然后呢又讲过咱们的这个对吧？就速通的话呢，无论是速通还是摊分，都是以法师为主对吧？都是以法师为主。然后玩近玩法呢，最狠的是矮人，然后战士，对吧？战士5进，矮人呢这个矮人也是5进，但是矮人的5进呢是进的是武器比较难。而战士的5进呢是进的是这个盾牌，因为这点不一样。进盾牌的话呢，就是尤其是你5进也进血嘛，对吧？进盾牌的话就是跟纸糊一样，对吧？容易被秒。而这个如果用战士的话呢就不一样了。那如果说你用战士的话呢，你就没办法，你不能进武器你只能进盾。但你用矮人的话就不一样，矮人的话你可以进武器，矮人的话可以进攻击力。虽然说打得很慢，但是照样还是可以通关那这里面给大家伙讲的是，对吧？就是另外一个除了法师之外的远程就是精灵。这个精灵呢理论上来讲应该是这个游戏当中其实对于高手来讲用的算是比较少的一个。很多人说他远程，你看多厉害呀对吧？自古这个对吧远程对吧多高手是不是而且你看这个射速很快。但是呢，不得不承认其实它对于新手来说还是挺难的高手用起来用什么都一样。而速通方面上呢，法师是用了24分钟以内，现在最快记录是23分钟，50多秒就能一命通关这个排名记录保持者也是龙王爱好者，他上一个记录是24分钟30多秒，但结果最新记录就是23分钟56秒。而这个精灵呢，没办法，还是得用26分钟多才能过关这就是他跟法师的差距。所以说无论速通还是摊分都是法师为主，但如果你进，那法师可能比不了矮人和战士。所以说大家很能理解我说的吧弓箭手哪个箭是4还是5？什么不吃哪个箭？你速通的话看情况有摊分和速通不一样，但是摊分的话就只能法师摊。你记住摊分就因为法师它的攻击多点特性是必要的，对吧？所以说一定要用法师摊。法师好像先用4武器摊，但是你如果是其他角色那就无所谓了。玩法不一样，你只要记住速通最快的，当然每个人都有最快的时间。你比如说法师是24分钟不到，但是呢精灵就不能24分钟不到了。你如果要是就纯论速通时间，那肯定玩法师。但是如果你要玩这个精灵，那有是精灵的记录可以理解。摊分的话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就包括《三国战记》摊分普遍在119里面认为是诸葛亮然后那个黄忠，也就这2个人物可以摊最极限的应该就是黄忠，但是呢，他极限是他的下限是极限，而他的上限不如这个诸葛亮因为诸葛亮的这个一旦说方案打好了，那他的上限是很高因为他是。对吧？他 TAS 的话，诸葛亮有最新的这个套路，而这个黄忠的话呢，他下限高，就是如果你要是发挥的稳就是他可以，对吧？一顿射。那同样作为 TAS 的话呢，他就是也是可以摊到1000万的方案，大概是对吧？这个但是呢，说是那么说但是谁也没做，就连那帮最很愿意做 TAS 的人也不愿意去做，因为实在是做不了这个确实太磨叽了。做那一个黄忠摊分第一关就用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对吧？你往后做，那尤其是第3关你怎么做呀，对吧？你没法做了，你这就做那一个视频12个，对吧？1年过去了，对吧？这1年你干啥不好，对吧？后来寻思算了这玩意儿就得有老板赞助，你有老板赞助而且你赞助个3-2千块钱，估计人也肯定也不带干的大家伙能理解吧所以说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卡在这儿了所以说也就卡在这儿了。而这边咱们摊分就记录的话呢是法师，他的路子呢就是在除了该吃的分还有就是比如说有的弓箭手出来射箭，第一时间用血杀或者说是用那个光球，对吧？用魔法球把这个对吧把这个给搞掉所以说就还可以。这个游戏的游戏玩法还是偏多的速通摊分加这个限制，也就是进对吧？限制玩法都可以所以这个游戏我个人觉得无论是画风还是的游戏性都挺好的。缺点呢就是可能很多人对这种类型的游戏呢不是很感冒，因为对它的游戏环境呢有很多人喜欢类似于像魔兽像地下城，因为这个游戏就是龙王战士，对吧？紧接着再跟这个游戏对吧开源，然后做的另外一个
对吧？扩展版本就相当于这个龙与地下城，对吧？这个什么暗黑密影、失落之塔之类的，对吧？而如果说你像咱们什么地下城与勇士，其实都是根据这个故事背景啊。你像尤其是像有什么龙，有哥布林，有矮人族，是吧？有这个那个这个的，对吧？啊，就是这个意思。包括武器系统啊，装备系统啊，对不对？攻击力，这都有啊。好，咱们的这个精灵的话，你可以看到啊，其实我们就管它叫弓手就行啊，弓箭手。说精灵呢，说就是因为它是精灵族嘛啊，这个精灵族呢，一般来讲就对于弓箭那就比较好。矮人族呢是打造兵器，对吧？打造装备，比如说密银甲什么的。你像包括咱们看什么指环王啊，对吧？然后呢，这个战士那就是战士，法师就是法师，就是这个分工明确。但是呢，可能咱们中国，就是我80后，然后90初，喜欢这一项呢，是因为魔兽争霸和魔兽世界，啊，不得不承认是这样的啊。哎，怀旧哥来了怀旧哥来了，这是郭靖，郭什么靖啊？法师 TAS 多少分钟？这个游戏没有人做 TAS 啊，它其实呢还偏冷门的。这个游戏其实有一些好游戏冷门，那是很正常。你比如说《龙与地下城》的这个暗黑密影，其实呢，对吧？要说实在话，你像那《三国战记》是吧？那些装备系统，包括它的这个，对吧？还有物品系统，都比不过这个，对吧？都比不过这个《龙与地下城》。但是呢，因为 IP 啊，三国的 IP 是最大的，兄弟们啊，就是纵观咱们说，就是说这个闯关游戏，在这个游戏比较高度发达的这个，对吧？对吧？因为在80、90年代啊，高度发达的日本，对吧？它最大的 IP 就是三国，啊，对吧？三国，很多人说，哎，那对吧？不是忍者吗？什么？那你单一的拿出来，那肯定是不如三国。但是呢，你要是说系列啊，有的时候因为毕竟是他本国人是吧？他毕竟要做一些这种，但是呢，你像日本人啊，他就是看这种什么忍者啥的，看的就比较腻歪，对吧？你像咱们小的时候喜欢拿刀砍杀的，对吧？就学会这个武功那个武功，是吧？你像你比如说你咱们就这么说吧，你玩地下城与勇士，就是咱就说60、70版本啊，就是比较当时玩的人比较多。那个版本里面，对吧？这个咱们说啊，还没有说什么增幅，只有说强化啊，就是凯利。就是你那个时候，你什么职业最多，对吧？狂战是最多的，对不对？然后呢，可能就是对吧？剑圣就是咱就说拿光剑的那个啊，然后才是说枪可能多一点。因为那个时候，包括你想选那个格斗家，可能也只有女格斗家，后来才有男格斗家啊。然后什么法师、战斗法师什么这些就不说了，都是少，最多的是狂战，啊，最多的是战士。就哪怕你是鬼泣啊，玩的人也不多啊。鬼泣还有那个，对吧？还有那个咱们说这个叫阿修罗是吧？这个都有点偏魔法的这种战士，可以人也少啊，就是纯战士最多。为啥？因为咱们你想吧啊，你懂吧啊？能满足你个愿望，满足什么愿望啊？50粉具，最贵的剑应该是，我记得当年最贵的剑应该是那个叫什么流光星陨落什么，咱也不知道，忘了。然后是双龙魔影剑，50具好像还真没有那个双龙魔影剑之前，好像是50的太刀，50粉太这之前，然后50粉光，然后50粉具。你像再就是玩什么漫游玩弹药的，很多人说觉得玩的人多啊，其实不多啊。流光星陨刀是吧？说那个版本，你看你就能看出来啊，咱们国家的这个玩家的，就是说他信仰什么东西。你像咱们玩拳皇没办法，你玩拳皇啊，它非常公平，对吧？非常公平，你玩98、97、2000。它很公平，它在公平的基础上，完了，对吧？就是什么英雄强势玩什么，对吧？8神强势玩8神，那当然啊，玩8神倒挺好，你挺帅嘛。但是你玩大猪和大门，
还有玩千鹤，那就是因为强势，否则很多人还是喜欢玩什么，对吧？这个特瑞啊，这种比较帅的这种人吧，可能是啊。好像你厉害就玩啥，而这个你像玩这种网游，尽管它也有 PVP 啊，就尽管它也有这个竞技场，也有强势的英雄，但是呢，由于有的人他是有信仰的，就包括你玩王者荣耀。对吧？你除非打职业比赛，否则呢，有的主播他是有信仰的。比如说，就无论这个李白多刮痧，他还是喜欢玩，那没办法，对吧？人就是这个路子啊。你像这个地下城也是，而这个游戏呢，咱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弓箭手呢，他的攻击距离是最远的，他比法师还要远。但是在攻击力方面上，你们也看到了啊，不过攻击速度可以弥补，但是归根结底，最终结局你跟法师比还是比不了，因为法师的攻击甚至是多段的啊。好，来我们看看啊，李白出来是吟诗还是喝酒？李白出一个李白，应该给他出一个高力士。你说他现在有李白有杨玉环，那李白和杨玉环他俩要敢不敢组一个 CP 啊？杨玉环都出了，不得出一个李隆基？其实我想说啊。你看啊，秦始皇都有，对吧？这个咱们说，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可以出啊，你对吧？王者荣耀这英雄，你光出秦始皇，出个李世民，我觉得最狠的出个李元霸，真的，其实这玩意儿隋唐英雄随便出啊，隋唐英雄随便出，是吧？好，来看看追日龙旗。哎，我今天真的不适合解说啊！我感觉我说一说话，我嗓子我不知道就溃疡了啊！这是人脑，这是龙王爱好者啊，龙王爱好者表演的。龙王爱好者还有什么第一龙王，还有猪头三这些人啊，都是大神。这个速通摊分，还有武进玩法，都是这个主流玩法。之后呢，可以给大家伙解说战士的武进啊。跟大家伙之前解说了一个最狠的武进玩法，是那个矮人的。刚才咱也说了，矮人的武进，那就是什么呢？就是进 AB。进这个光球啊，就是魔法球，然后进血，进跳，再进什么呢？再进这个武器，但它不进盾啊，那是矮人。然后呢，战士呢是所有的进都一样，除了盾之外，对吧？他对吧？除了不，他是进盾，他不进武器，一个是进武器不进盾，是这么个路子的啊。水浒的将不好出啊，水浒的将大多数都是他妈的模仿三国的，对吧？用什么模仿，对吧？模仿这个吕布的就一球子，对吧？那个小霸王周通，对吧？又是模仿这个什么呢？模仿这个，对吧？这个模仿这个你霸王嘛，对吧？你又是谁？大家伙能理解吧？啊，那小霸王又是谁？当然了，那你谈不上英雄，那个人品都不咋地，肯定不能先出他。108也没法出，出林冲咋出林冲啊？林冲不就张飞吗？啊，林冲他就是张飞，你没法出。好，这个又是剑客啊，这小子一直我都觉得我不会打，人脑真的不会打啊，对吧？模仿吕布的也一球子，对吧？你说还有什么呢？大刀关胜啊，你大刀关胜关羽啊。对吧？你入云龙公孙胜可以出，但是呢，这个人又说实在话，他又没那么出名，是吧？能理解吧？
那你出那个什么，你出那个水浒里面，那你说你出那谁呀、你出那个吴用，咋的诸葛亮啊？你这玩意儿，这东西没法说了啊。林冲就是张飞呀。原著小说里面，林冲就是豹子头嘛。你看那个，你看说形容张飞都是豹头环眼，吕布管张飞叫环眼贼。这个手里拿着，对吧？林冲手里拿的是丈八蛇矛，他不是张飞是谁啊？我操！林冲长得也像张飞啊，就是长得像《三国演义》里的张飞啊，不是正史里的张飞。正史里没有描述张飞长什么样，兄弟们。政府里面没说张飞长什么样啊。不过你可以出一个李师师，因为女性角色嘛，对吧？出一个李师师，可以吧？啊，好，这个夜魔披风，小的时候肯定很多人都不会打。打着就撇镰刀，你说这玩意儿看不懂了啊！李逵，嘿嘿，李逵黑旋风，李师师按理说可以出，对吧？好。来，我们看看现在这边啊，绿色的蜥蜴。其实这个游戏它要是讲究细节啊，你看用弓手的话呢，它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就是攻击距离特别远，它站在屏幕中间就可以对左右进行输出，这点呢是弓手非常牛逼的。其他角色就不一样了啊，像战士。所以说弓手呢，在速通这一块啊，它也不是很弱，跟法师比不了，但是呢又能打。你看。而且攻速是真的是优势啊，真的是优势。哎，感谢我们怀旧哥2手大飞机，怀旧哥这是坠我机呀、啊，这是啊，生坠一手啊。怎么不出段子语？现在出金庸的不好出啊，你金老已经去世了。对吧？在金老他如果有这个，他如果把版权有归属，比如说有一个什么归属公司，那还不好整。你包括咱们现在那个《神剑伏魔录》那个游戏，因为金老不愿意做嘛，所以说也就改成《神剑伏魔录》了，要不然可能这名字就叫《倚天屠龙记》了，对不对？大伙能理解吧？啊。好，这是真正的龙骑士。小的时候就感觉这个骑士真的帅啊！黄金圣斗士的龙骑士啊，相当帅了啊！噔噔噔。好。其实那个现在啊，这些版权你，三国确实是土耳其公约了已经啊，三国啊、水浒啊、什么隋唐啊，你这都无所谓了，这真的是无所谓了，兄弟们。还有像刚才有人说什么段子语，那个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就是应该说是金庸的这个爱好者写的一个这个相当于这个后传了，是吧？啊。啊，相当于这个什么《天龙八部》啊，什么《倚天后传》了，是不是啊？好，来看看双骑啊，双骑士的话，其实对于新手来说，基本上打不到这里。你看他的玩法是各种选择血杀，利用这个之后的无敌时间的空档。A 几下一个血杀 ，A 几下一个血杀，那边还有血，再血杀。
好，先搞死一个。你看他这种玩法呢，就是把自己的无敌时间运用的特别好，输出的也极其稳定。除了血杀的正常输出之外，还有就是在 A 他的过程当中呢，基本上你看，基本上都是打得非常准。他下一步要干什么，可能他都知道啊。7弓箭，暗黑城堡。其实你看，他有很多游戏人物也可以出的啊。你看他又有什么纳可露露，又有什么橘右京，又有不知火舞，对吧？他为什么要整成这种就是叫这真的是有手游版的英雄联盟嘛，对吧？啊，那你这个王者荣耀他想出新英雄，他还出原创的，是因为版权可能太麻烦太贵了。对吧？但是真正想要拉新，他现在不需要拉新了，你懂吗？王者荣耀应该说目前为止啊，对吧？当前现有最火的形式之一就是 MOBA， 而这个手游方面上，它就是对吧，已经是占据先机了。基本上国民型游戏啊，除了有新类型的游戏之外，已经很难抢走它的市场份额，或者说它不需要拉新，因为对吧？你都玩过。好，又是用血杀加这个无限输出来打这个大魔导师。好，感谢我们的七神木烟哥一手大金卡。这个不应该叫做第一代的龙与地下城，它就是龙王。这个剧情也简单啊，就是龙王嘛，一个恶龙，恶龙就喜欢闪闪发光的东西，他喜欢财宝。所以说呢，这把屠龙勇士就来了，对不对？就跟战斧似的，战斧就是去把那个斧子从魔王那里抢回来啊，就是这个情况啊。感觉这些蜥蜴都会鲤鱼打挺，有点东西啊。你是一 A 倒了之后直接鲤鱼打挺，哎，这个设计非常的狠啊，非常的凶狠。嘟，哎，刚才怀旧哥送完两飞，直接啊，也没说话啊，感觉坠机了，直接给怀旧哥坠没了，兄弟们。其实武松倒是可以出的，因为武松啊，就是他这个有点很帅。武松呢，首先啊，对吧？他现在是手拿戒刀，外加杀神，啊，对吧？外加杀神，这个出个武松行，因为武松在咱们这个人气应该属于特别高。《水浒传》里面应该说主角啊排名第一的，那是肯定是宋江啊，这个咱就不用多说啊，这确实不用想。除了宋江之外，谁对吧琢磨最多呢？对吧？是七星聚义那帮人，是杨志，是林冲，还是鲁智深？啊，我告诉你是武松，啊是武松。武松的故事篇幅是最长的啊，而且他也是得善终的人之一。虽然说对吧？掉了一个胳膊，谈不上什么善终，但是毕竟活下来了，外加呢，对吧？深藏功与名啊。所以说武松呢，虽然说啊这个可以，但是武松可以出啊。好，来看看世界地图，就感觉从这湖里面直接走了一步就进来了啊。主角肯定是宋江啊，这个就不要扯，兄弟们啊！就跟《三国演义》原著，《三国演义》原著主角是这个什么叫主角啊？就是他琢磨最多的一个人，《三国演义》琢磨最多的一个人是谁？刘备。第二个人是诸葛亮，第三个人是曹操、关羽、张飞。甚至连孙权都非常少，孙权大概也能排到第9位。林冲主要是没法出啊，
刚才咱们也说过了，林冲没法出，是因为你不能出一个张飞吧？你更不能出一个你出一个像张飞的人，还出一个像赵云的人，是吧？按照影视形象，都觉得林冲有点像赵云，拿一杆枪，戴个帽子，风雪山神庙，就是那个从小那个小浣熊，还不是小当家那个水浒卡。无论是谁，反正是，对吧？你按忠于原著，那废了，那就是人送外号小张飞。那你怎么的？林冲是再出个张飞，是吧？好，最后一关，他仅仅需要26分钟就能通关，到最后一关才给你第8个武器啊！这个龙把第8个武器放到最后了，我操，也是服了，兄弟们。好，这是上来一个输出位，这是龙哥啊，屠龙勇士，忠诚恶龙。这里面你也看到啊，这个大龙搜集了很多的财宝，其实都有隐喻，兄弟们，真的都是有隐喻的啊。中西方都有一些这个故事，是吧？这个故事呢，它说明了很多事儿啊。真瓦龙，哎呀，你看他打这个最终这个 BOSS， 感觉他的路子跟玩一样啊！就这个最后一关的 BOSS， 只要会打就无敌了，对不对？瓦龙有点呆。好，这一下被偷了一下，还剩1滴血了啊！其实说白了还是有失误的，就是人物还是可以有极限啊。速通阵无论咱怎么看，其实都是有极限的，有一定极限。啊，这是打爪子，追着龙打，还能升级。这个游戏除了有等级、武器、装备，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生命以及分数啊。当然这就没什么说的啊。最后1滴血了，咔咔。最后是不到27分钟啊，直接打爆。你看啊，你看这空中这龙咣，哎，空中往下掉，你看3眼手镯、7星宝刀、蓝宝石戒指、紫玉星项链，哎，这都太狠了，这都是装备啊，这爆的都是神装啊。好，不多说了，这个也是一个速通啊，简简单单开胃。下一步的龙王视频呢，可以给大伙出这个战士啊，战士的这个武技。当然呢，战士的武技比矮人的要牛逼在于它可以用武器，它不升级盾，它非常脆，但是它可以不要，对吧？它可以不要盾，但它必须要武器。那么也是感谢大伙的收听，我们就下期再见吧。